我是公司的技术当单，但是工资都不到我新来的部长徒弟的一半。我拿着工资条找老总，老总却说：毕凡啊，楚生虽然是你的徒弟，但是他的岗位是部长，管理岗，工资结构跟你不一样，他要带团队，要负责对外协调，而你不一样。毕凡，你是公司的技术基石，是元老，只要明年公司 B 轮融资一到账，我第一时间就给你签合伙人协议，给你干股，给你期权。老板，您这饼画得太干了，我实在咽不下去。公司的服务器集群警报，核心数据库全面崩溃，公司线上业务全线瘫痪，客户投诉电话爆仓，平台死机。废物，一群废物，每年几百万养着你们，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出生，你昨天拍的胸脯呢？新上任的部长庄毕凡的徒弟，此刻满头大汗，手指在键盘上敲出火星子，屏幕上却依旧是无法解析的报错代码。赵总，这故障太诡异了，这个底层架构我们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就滚蛋，要不让庄工试试？别瞎说，我师傅搞维护还行，这种架构灾难他怎么可能懂？试试看吧。毕凡啊，公司这个服务器问题解决不了了，你有什么办法吗？问题出在幻影核心与数据库的异步协调层，需要我动手吗？需要，快上手！10分钟，仅仅10分钟，危机解除，红色警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次第变绿。好了，毕凡，你是公司的救星，年终奖我给你包个大的。几乎所有人的手机都在同一时间响起了微信群的消息提示音，是公司财务不小心发到公司大群的 Excel 表格截图，本月工资明细表。这种乌龙以前也发生过，大家通常会心照不宣的默默查看，然后迅速刷屏掩盖。但今天，所有人的目光在扫过截图某个位置时，都瞬间凝固了。救了公司，10分钟解决灭顶之灾的庄毕凡，工资比那个捅出篓子、束手无策、刚刚还被吓得快尿裤子的徒弟兼部长楚生整整少了一半。赵总想解释什么，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说楚生会管理，会拍马屁，还是说庄毕凡老师好欺负？散了，都围在这里干什么？系统恢复了，不用干活吗？客户不用安抚吗？人群如同受惊的鸟兽，各自回到工位。但工资条的残酷对比和10分钟救市的神迹，这2颗重磅炸弹在他们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毕凡啊，来我办公室一趟，我们好好聊聊。毕凡，今天多亏了你，你是不知道，刚才那情况真是到了公司生死存亡的关头，你是救了公司的英雄啊！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像是在等待一场早已知道剧本的演出。关于薪资的问题，这事儿怪我，财务那边做事太不小心了，当然主要责任在我，对老员工的关怀不够，疏忽了。但是毕凡，你要理解公司的难处，理解我的苦心啊！楚生呢，他岗位是部长，管理岗，工资结构跟你不一样，他要带团队，要负责对外协调，应酬也多，开销大嘛。公司看起来给他工资高一点，但那都是表面现象，扣完税再算上他那些必要的开销，其实到手也没多少。而你不一样，毕凡，你是公司的技术基石，是元老，我从一开始就最看重你，知道你踏实肯干，技术过硬，公司里谁都能缺，就是不能缺了你庄毕凡。咱们公司现在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到处都要用钱，市场推广、渠道建设，哪一样不是烧钱的大窟窿？现金流压力非常大，所以短期内在现金薪酬上确实有些委屈你了。他顿了顿，声音充满了诱惑力，抛出了准备已久的王牌。但是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要把眼光放长远。我早就把你当成公司的核心合伙人看了，等到明年，只要明年公司 B 轮融资一到账，我第一时间就给你签合伙人协议，给你干股，给你期权，那才是真正的大头。到时候你现在少的这5000、1万的，还算得钱吗？想想看，公司上市，期权变现，财务自由，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奋斗的目标。情怀、梦想，我们是在共同创造一份伟大的事业啊！毕凡，情怀、梦想、事业、期权，这些曾经能让刚毕业的庄毕凡热血沸腾的词汇，此刻从赵总嘴里说出来，却显得如此空洞、虚伪，甚至可笑。看着他唾沫横飞、激情洋溢的样子，突然想起了昨晚那通电话。张先生，我们详细评估过您匿名提交的技术架构方案，以及您之前在天穹项目中解决的那个幽灵漏洞，我们一致认为您的价值远非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职位所能匹配。星河愿意为您提供首席技术官的职位，直接向我汇报，年薪300万起步，加上技术分红和上市前的股权激励。此外，我们将为您组建一支顶尖的研发团队，预算无上限，研究方向由您全权决定。我们渴望与真正的技术之神合作，而不是让您在一家格局有限的公司里浪费时间处理幻影核心这种级别的本不该出现的低级故障。这是星河在线老总苏晴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宏达科技看似繁花似锦下的虚弱本质，也精准地定义了他庄毕凡的真正价值。300万年薪 ，CTO 职位，无上限的研发预算，与赵总此刻画出的遥不可及的期权大饼和少了5000块的现实工资，形成了荒诞到极致的对比。庄毕凡突然明白了，赵总不是不知道他的价值，而是太知道了，所以才要用最低的成本捆绑住他这棵摇钱树。赵总，你说的对。赵总心中一喜，以为自己的情怀攻势终于起效了。是我不配。
我不配您的远大理想，也不配您画的宏伟蓝图。再见，赵总。他就这么走了，没吵没闹，连工资都没提。赵总到底跟他说了什么？手续已备妥，团队虚位以待，静候佳音。3天后到。庄工这边请，离职手续在这里办。交接流程很简单，庄必凡的交涉对象理所当然的变成了新任技术部长楚生，他的好徒弟。楚生拿着箱子进来，师傅，你的东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遗漏。不用检查，公司的东西我一样没拿。这是离职交接清单和你的工作电脑，你手里的所有项目资料、代码权限都需要确认移交，特别是幻影核心的管理员密钥和那些你个人维护的脚本工具。这是数据库自动备份脚本，运行周期和路径在这里。这是服务器性能监控告警的配置端，权限已经重置为通用管理员账户。这是我语速平稳，条理清晰，将一项项工作内容指出来，并告知相应的管理方式，整个过程专业的无可挑剔，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好吧，师傅，以后有什么打算？希望你们不会后悔。放心吧，以后技术部有我，绝对不会再出任何问题。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坐在部长的位置上，带领技术部走向新的辉煌。第一天风平浪静，楚生占了庄必凡的独立办公室，志得意满。第二天，他召开技术部全体会，意气风发地推出效能提升计划和架构优化方案，核心就是去庄化。几个老技术员面露忧色，欲言又止，可架不住楚生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强势，没人敢触新官上任的眉头。第三天，麻烦开始冒头，市场部抱怨客户数据查询接口响应慢了3倍，报表制作效率大降，财务系统夜间批量处理时频繁爆出含义不明的资源协调冲突警告。楚生不以为意，甚至在部门群里发言：任何系统在转型期都会出现阵痛，这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规则的必然代价，大家要适应，要主动学习新方法。崩溃发生在庄必凡离开后的第7天，技术部的监控大屏幕上，代表核心应用服务器的指标曲线如同跳崖般直线下跌 ，CPU 和内存占用率瞬间飙升至100%，然后彻底卡死。怎么回事？楚部长，不好了，幻影核心，他又崩了。楚生强作镇定，厉声下令：崩了就重启啊，按应急预案来。技术员尝试重启幻影核心关联的服务，但服务根本无法正常启动。日志里疯狂刷新的是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底层协调锁死错误。快查日志，看是什么原因。此时的系统日志，大量的报错信息相互嵌套，因果关系混乱不堪，指向多个不同的底层模块。楚部长 ，A 模块报错说 B 模块占用了他的关键资源 ，B 模块的日志显示他一直在等待 C 模块的响应超时 ，C 模块根本就没收到请求，他的日志显示资源被一个未知进程锁死了。他们越是想按照标准流程去修复，就越是引发新一轮更诡异的连锁故障。数据库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死锁，客户投诉的电话铃声如同催命符一般，此起彼伏。运营部的主管冲进技术部，带着哭腔喊道：完了，全完了，平台完全打不开了，客户群里已经炸锅了，好几个大客户直接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我们要跑路了。楚生在电脑前徒劳地切换着界面，他尝试输入庄必凡交接时提到的那个需要赵总备份的最高权限口令，试图强行进入幻影核心的控制台。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极其复杂、布满了无数闪烁节点和流动数据线的3维拓扑图。此刻，拓扑图上闪烁着代表严重故障的刺眼红光，并且还在像病毒一样不断蔓延。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楚生双手抓住头发，眼睛布满血丝。明明交接的时候都是好的，他到底做了什么手脚？楚部长，你快想想办法！客户那边顶不住了。赵总来了。办公室门口，赵总脸色铁青地站在那里，他刚刚应付完一个暴怒的客户董事的电话，此刻看着技术部的混乱景象，看着瘫坐在主控电脑前满头大汗的楚生，一股冰冷的寒意从他脚底直冲天灵盖。他声音因为极力压抑愤怒而显得异常嘶哑。出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系统什么时候能恢复？老板，这个底层架构有鬼，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掌控。他顿了顿，终于说出了那个他极度不愿承认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只有庄工能搞定。技术部的崩溃仍在持续，如同一个无形的黑洞，吞噬着公司的秩序、客户的耐心，还有所剩无几的士气。赵总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技术部靠不住了，楚生这个废物已经原形毕露，现在只能动用他这些年积累的深厚人脉了。他翻开了通讯录，第一个名字飓风科技，王总。飓风科技是业内知名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前宏达也遇到过几次棘手的技术难题，都是请王总派来的专家团队搞定的。喂，赵总，稀客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王总，老王，兄弟，我这次真是遇到大麻烦了。赵总语气急促，带着刻意营造的熟忍和焦急。我们公司核心系统崩了，技术部全傻眼了。您看能不能立刻派您手下最得力的专家团队过来支援一下？费用不是问题，2倍不3倍。王总的笑声淡了下去，语气变得公事公办。赵总，不是我不帮你，你知道的，我们公司的专家团队档期都很满，临时抽调需要时间协调啊。挡不了啊，老王，每
每耽搁1分钟，我这就损失几十上百万。看在以往合作愉快的份上，拉兄弟一把。以往合作愉快，赵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以前能合作能愉快，那是因为有庄公在，所有的技术接口、底层协议都是我们和庄公直接对接的，方案也是他主导定的，我们的人只认庄公的技术方案和他的签字。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听说庄公已经离开贵公司了。是，他有点个人发展离开了，但这不影响我们2家公司的合作吧？老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王总直接打断了他，语气彻底冷淡下来。赵总，这不是规矩的问题，是技术信任的问题。没有庄公在场确认，我们的人不敢动你们的系统架构，尤其是涉及到底层核心的部分。抱歉，这个忙我帮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赵总举着手机愣住了，他没想到第一个电话就被如此干脆的拒绝，而理由竟然是因为庄必凡不在。他不信邪，又翻开了通讯录，找到另一个名字，云端数据，刘董事长。电话接通，寒暄过后，赵总再次抛出请求。哎呀，赵总啊，你这个事情难办啊，我们主要是做数据存储和备份的，这种深度的架构及故障不是我们的强项啊。而且我听说你们那个幻影核心是庄公一手搭建的，里面有很多非标的私有协议。刘董，协议是死的，专家是活的。您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忙引荐几位真正的技术大牛？钱真的不是问题。老赵，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找不到人的问题，关键是你们那个系统水太深，没有当初的搭建者掌舵，外人谁敢轻易下手？修好了是本事，修不好或者修出更多问题，那是砸自己招牌，坏行业名声啊！我那些朋友一听是你们宏达现在的摊子，还是庄公不在的情况下，都直摇头啊！他语重心长地补充了一句：老赵，听我一句劝，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把庄公请回来吧。没了他，你们那个系统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谁碰谁炸的雷区。赵总颓然地瘫坐在老板椅上，他猛地想起庄必凡离开时说的那句话。赵总握着发烫的手机，仿佛看到宏达科技的未来急速地坠入无边的黑暗。几天后，一个负责市场监控的员工猛地从工位上跳了起来，因为太过震惊，甚至碰倒了手边的水杯，浸湿了摊开的文件，但他浑然不觉。赵总，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天还能塌下来不成？不是，是星河科技，他们刚刚召开了全球线上发布会。星河科技是宏达科技在行业内最大的死对头，两家公司明争暗斗了多年，互有胜负。但在最近1年，随着宏达依靠幻影核心在几个关键项目上取得优势，星河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赵总一把夺过平板，屏幕上正是星河科技发布会的直播现场，主持人在台上慷慨激昂：今天我们将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星河科技很荣幸的在此宣布，我们已成功研发出划时代的破晓企业智能中枢系统。屏幕上开始播放破晓系统的演示视频，每一项指标都仿佛是针对目前宏达科技千疮百孔的幻影系统量身定做的致命武器。赵总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他仿佛已经看到那些宏达的客户会如何毫不犹豫地投入星河的怀抱。主持人用充满煽动性的声音继续说道：破晓系统的诞生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的加盟，我们星河科技感到无比的荣幸与骄傲。在此正式向大家介绍我们的新任首席技术顾问，让我们欢迎被誉为代码魔法师、架构界的无冕之王，消失了3年之久，如今选择与我们星河并肩作战的 Z 先生。赵总只觉得一股凉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在技术圈的顶层一直流传着 Z 的传说，他的技术理念和架构思想被无数技术人奉为圭臬，但他本人却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拒绝了所有巨头的天价邀约，消失在了公众视野。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爆炸，全是膜拜和惊叹。天啊，是 Z 神本尊！星河这是要逆天啊！有 Z 神坐镇，破晓系统绝对稳了。达科技的幻影跟这一别，简直是原始社会的石器。就在这时，星河科技的美女 CEO 苏晴缓步走上舞台，而跟在她身后，一同走上舞台中心的那道身影。他整个人像是被一道无形的雷霆劈中，僵立在原地。那个身影他看了3年，那个总是沉默的坐在角落工位，那个被他认为是老实人的身影庄必凡。赵总再也支撑不住，直接瘫倒在自己办公室冰冷的地板上，眼神涣散。赵总在冰冷的地板上不知瘫坐了多久。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以张副总为首的几位小股东，还有几个部门部长闯了进来。赵德明，你到底还要瞒着我们到什么时候？张副总第一个发难，手指几乎戳到赵总的鼻子上。系统崩溃，客户跑光，现在连星河都请动了 Z 神，你告诉我，公司还能不能撑过这个星期？赵总，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技术部现在就是个笑话，楚生那个废物除了会喊只有庄公能搞定，还会干什么？我刚刚接到消息，创科集团已经正式通知我们终止所
所有合作转向星河了，那是我们最后的大客户。七嘴八舌的指责和坏消息砸向赵总本就千疮百孔的心，他张了张嘴想辩解，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够了！一声嘶哑的咆哮出自一直沉默的财务部长老王之口。他年纪最大，股份也不少，平时最是沉稳，此刻却双眼通。现在吵这些还有用吗？当务之急是怎么活下去。赵德明，你告诉我，那个 Z 神他到底是不是装毕凡？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光死死锁定在赵总脸上。尽管早有猜测，但得到赵总的亲口确认，那冲击力依旧是毁灭性的。他们亲手把能拯救公司的真神推到了死对头的阵营里。完了，全完了！还没完。张副总猛地反应过来，他冲到赵总面前，几乎是揪着他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找他回来，赵德明，不管用什么方法，花多少钱，跪下求他，必须把庄毕凡请回来。对，请他回来，只有他能救公司。只要他肯回来，条件随便他开，股份、分红、总经理的位置都可以给他。快去打电话，赵德明，现在立刻马上！群情激愤，所有人都明白，庄毕凡是他们唯一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在众人几乎要吃人的目光逼视下，赵总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屏幕摔裂了的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个他以为再也不会拨打的号码。庄毕凡。每一声等待的忙音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紧张地盯着赵总和他手中的电话，仿佛在等待最终的审判。喂，庄毕凡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平静淡漠，听不出任何情绪。这平静的声音却让赵总瞬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几乎是带着哭腔开口：毕凡，庄公，是我赵德明，我错了，公司知道错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回来？公司现在真的离不开你。他语速极快，生怕对方会挂断，立刻抛出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筹码。只要你肯回来，薪资你随便开，3倍、5倍，不10倍，我给你技术总裁的位置，公司所有技术决策你一言而决，还有股份，我给你10%，不20%的干股，以后公司你就是老板之一，求求你了，毕凡，看在公司是你一手发展起来的份上，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回来吧，公司不能没有你啊！他一口气说完，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应。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然后庄毕凡那依旧平静无波的声音传了过来：赵总，我现在不方便，再说吧。赵总举着手机僵在原地，脸上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他终于彻彻底底、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昨天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赵总独坐宽敞却冰冷的办公室，心里清楚公司彻底完了，可他不甘心，去向庄毕凡做最后乞求的念头，像毒蛇啃噬着他仅存的理智。除此之外，他只剩跳楼或破产2条绝路。赵总猛地起身，深吸一口气，走出了办公室，走出了死气沉沉的宏达科技。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赵总感觉自己的脸颊在发烫，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你好，我是宏达科技的赵德明，我想拜访一下苏秦苏总或者庄毕凡庄先生。请问有预约吗？女孩保持着微笑，手指在电脑上快速查询。没有，但麻烦你通报一下，就说宏达赵德明有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事情，恳求见苏总或者庄先生一面。赵总几乎是带着哀求的语气，女孩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公式化的回答：抱歉，赵总，没有预约的话，我无法为您安排。苏总和庄先生的日程非常满。我知道他们很忙，但我只需要5分钟，不3分钟就好，请你务必帮我通报一声，求你了。抱歉，规定就是规定。女孩不再理他，转头处理其他事。赵总僵在原地，这辈子从未受过这般冷遇。但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默默退到大厅角落的休息区，找了个最不惹眼的沙发坐下。时间1分1秒流逝，漫长的等待和无声的羞辱几乎将他击垮。就在他准备起身离开时，一个气质干练的年轻女人从前台后走出，径直来到他面前，是苏晴的秘书。秘书脸上带着无可挑剔却毫无温度的礼貌微笑，看着他说道：赵总，我们苏总和 Z 先生同意见你了。赵总几乎要喜极而泣，僵硬的身体瞬间回暖。请跟我来。赵总连忙点头，几乎是手脚并用地跟上。赵总的目光触及到那道身影的瞬间，如遭电击般猛地僵住。Z 神。庄毕凡的目光淡淡的扫过来，就像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苏晴声音清脆，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赵总，请坐。听说你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秘书早已悄然退去，会议室门缓缓合上。赵总踉跄着走到桌前，小心翼翼坐下，语无伦次。苏总 Z 庄先生。庄毕凡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入耳。赵总，情怀和梦想，您找到了吗？这话正是当初他给庄毕凡画笔搪塞掌心时的原话，一字不差。他的脸瞬间长成猪肝色，又猛地惨白如纸。我错了 ，Z 神，苏总，我真的知道错了。赵总终于崩溃了，抛却所有体面，哭嚎着祈求：求求你们救救宏达吧，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只要 Z 神肯出手，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公司我可以给你们，我可以把所有的股份都无偿转让给你们，我只求公司能活下来。他涕泪横流，丑态百出，与昔日颐指气使的模样判若两人。
庄必凡依旧平静地看着他，缓缓开口：“赵总，宏达的死活与我无关。从你认定公司离了谁都能转的那一刻起，宏达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这句话彻底粉碎了赵总最后一丝幻想，他瘫软在椅子上，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灵魂。苏晴适时地接过话头，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眼神锐利。不过赵总，出于商业原则，解决你们目前无法自行处理的技术灾难，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技术服务价目表，请过目。赵总灰败的眼中骤然燃起微光，颤抖着抓起文件，直奔金额栏。看清那串数字后，他瞳孔骤缩，呼吸一滞。急火攻心之下，赵总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他身体一歪，直接晕死过去，不省人事。赵总是在一股浓烈的消毒水气味和身体剧烈的酸痛中恢复意识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庄必凡那冷漠平静的眼神，苏晴那优雅却致命的微笑，还有那份印着天文数字的技术服务价目表。赵总，您醒了。守在床边的是他那个已经几天没见踪影的助理，此刻脸上带着惶恐不安。账单，那份账单呢？助理被他吓到了，哆哆嗦嗦地从随身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正是星河科技的那份价目表。赵总一把夺过，死死盯着那个金额，5亿8千万。又是一口鲜血涌上喉咙，被他强行咽了下去。握着账单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赵总，还有这个。助理战战兢兢地又递过来一摞文件，银行、法院还有税务局的通知。赵总目光呆滞地看过去，每一份文件都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赵总本就脆弱不堪的神经上。宏达科技，这个他一手创立并寄托了他全部野心和梦想的公司，除了破产清算，再无第二条路可走。他躺在病床上，睁着空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仿佛灵魂已经随着那份天价账单一起飘走了。几天后，某地方财经频道滚动着一则快讯。据悉，曾在本市科技领域小有名气的宏达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技术骨干流失导致核心系统崩溃，无法按期偿还巨额债务，已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其创始人赵某目前情况不明。庄必凡立在落地窗前，俯瞰着生机盎然的城市。苏晴发来的消息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图片，是那则关于宏达科技破产的财经快讯截图。庄必凡目光平静地扫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因为宏达的破产在他意料之中，甚至可以说是他亲手推动并见证的必然结局。恭喜 Z 神刚收到风投的最终确认，基于破晓系统的生态估值又翻倍了。这时，桌上的内部通讯器传来助理清晰的声音：“庄先生，前宏达科技的技术副总王工以及市场部的张经理，希望能拜访您，说是有重要的工作想向您汇报。”庄必凡的目光从窗外收回，落在通讯器上，回复他们：星河的招聘有标准流程，请他们按规矩投递简历。我个人的时间不处理这类事宜。明白。他挑了挑眉，笑容里带着了然与一丝戏谑：“又来一个忆苦思甜的。”都打发了。做得对，浅水滩里养不出真龙，更留不住你这条已经见识过汪洋的鲲鹏。他们的格局太小了。不是格局小，是路径依赖。他们习惯了在固有的池塘里争夺有限的资源，以为那就是整个世界，却不知道真正的强者应该去开辟新的航道，定义新的规则。苏晴看着他，心中微微一动。他欣赏他的才华，更欣赏他这份超越年龄的透彻与沉静。所以，准备好定义我们的新规则了吗，我的首席技术官？当然。这时，庄必凡放在桌面的私人手机响了起来。庄必凡与苏晴对视一眼，苏晴眼中闪过一丝好奇，随即了然，安静地退出了办公室，将空间留给他。您好，请问是 Z 先生吗？我是 Z 先生，我代表未来科技峰会组委会，非常荣幸地向您发出我们最诚挚的邀请。我们一直以最大的钦佩关注您在破晓系统上的开创性工作。组委会一致认为，您的远见和专业知识正是本次峰会为我们全球科技社群照亮前进道路所急需的。庄必凡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因此，如果您能接受我们的邀请，作为今年峰会的压轴演讲嘉宾，分享您对智能架构未来的见解，我们将感到无比荣幸。这是全球科技界殿堂级的论坛，能站上那个演讲台，本身就是对一个人在其领域内巅峰地位的绝对认可。电话那头的声音顿了顿，充满期待地等待着他的回应。感谢邀请，我很荣幸。庄必凡用清晰而沉稳的声音给出了他的回答。夜色已至，窗外灯还璀璨。他的征途不再是某一家公司、某一块市场，他的战场是脚下这片被科技照亮的土地，更是那片等待探索与征服的星辰大海。